刘备退往白帝城后，曹丕为何要征伐已经向他称臣的孙权？孙权能够防守得住吗？刘备病逝后，南方4郡便起兵叛乱，诸葛亮是如何平定叛乱的？七擒孟获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刘备白帝城托孤及诸葛亮七擒孟获。221年7月，刘备以为关羽报仇为名，征伐东吴。孙权一面派遣陆逊抵抗刘备，一面派遣使者向曹丕称臣，以稳住曹魏。第2年6月，陆逊火烧连营，刘备损兵折将，逃回了白帝城。这时，曹丕才意识到他被孙权给忽悠了，因为孙权向曹丕称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，就是孙权需要将长子孙登送往曹魏为质。然而，孙权表面上答应，实际上却是一拖再拖，一直拖到刘备败退白帝城之后，也不肯将孙登送去。曹丕非常气愤，决定兵分3路征伐东吴。东路军由曹休、张辽和臧霸率领，他们的攻击目标是洞口，即今天安徽省凤阳县东。中路军由曹仁率领，目标是濡须口，即今天安徽省无为县东南，濡须水汇入长江之处。西路军由曹真、夏侯尚、张合和徐晃率领，目标是南郡的治所江陵。再来看东吴这边，吕范负责防守洞口，朱桓守卫濡须口，朱然镇守江陵。同时，孙权让孙胜率领1万人马驻扎在百里洲，作为朱然的外部救援。百里洲位于今天湖北省之江市的南部，长江与松滋河之间的小岛，因其环江堤防长达100里，故名百里洲。曹魏的西路军到达江陵后，张合便率军前来攻打孙胜，孙胜不敌，只好引兵退走。张合便趁机占领了百里洲，使朱然与外援之间彻底断绝。孙权得知后，连忙派遣潘璋、杨粲以及诸葛瑾等将领前去攻打张合，却被张合打败。至此，魏军便牢牢地占据了百里洲，彻底孤立了江陵城。曹真命令士兵们筑起土山，开凿地道，并在城边立起楼橹，居高临下地向城中放箭。东吴的将士们惊恐失色，朱然不断地激励士卒，并且趁敌军出现战术漏洞的时候，出兵攻破了敌军的2座军营，士气才有所提升，两军便展开了对峙。6个月之后，城中便开始缺粮，军心再次不稳。负责防守北门的姚泰与魏军勾结，准备开城投降，结果被朱然发现，以军法处斩。接着，两军便继续对峙。那么，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，孙权为何不再派兵前来救援呢？因为曹丕是3路大军同时进发的，中路军的曹仁被朱桓给击败了，但东路军的吕范作战不利，被曹休等人大败，同样危在旦夕。江陵城虽然暂时被朱然防守住了，可是粮草已经耗尽，没有外援，如果继续坚持下去，城破也就是时间问题了。就在曹魏大军破城在望的时候，军营里却开始流传疾病，战斗力锐减。孙权趁机派遣使者前往曹魏，答应向曹丕纳贡，以求退兵。曹丕只好借机撤军，大军无功而返。孙权再次守住了曹魏的境地。他担心蜀汉趁机攻伐。同年12月，孙权派遣使者向刘备请和，刘备只能同意，蜀吴2国重新通好。而且，刘备自从败退到白帝城后，就一病不起。223年2月，刘备的病情加重，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连忙让诸葛亮从成都赶来白帝城，与李严一起接受托孤。诸葛亮到达后，刘备对他说：“你的才干是曹丕的10倍有余，因此你肯定能安顿国家，成就大事。如果刘禅可以辅佐，你便辅佐他；如果他没有才干，你便可以取而代之。”诸葛亮听后哭泣着说道：“臣必定竭尽股肱之力，忠心辅佐刘禅。”223年6月10日，农历的4月24，刘备病逝于白帝城的永安宫，享年63岁，谥号昭烈皇帝。之后，将他的灵柩运回成都，葬于惠陵。惠陵位于今天成都市武侯区的武侯祠内，甘夫人和吴皇后去世后，也先后被埋葬在这里，因此惠陵为夫妻3人的合葬墓，陵前有汉昭烈皇帝之陵的墓碑。5月，刘禅在成都继位称帝，年仅17岁，他尊称吴皇后为皇太后，册封张飞的女儿张氏为皇后。之后，刘禅事无巨细都由诸葛亮决定。
刘备病逝的消息传开后，雍凯便趁机发动了叛乱。雍凯是刘邦时期雍齿的后人，他听说刘备病逝后，立即起兵杀死了太守郑昂，并向东吴请求归附。诸葛亮连忙任命张翼为益州太守，前往接替郑昂的职位。张翼到任后，雍凯便借助诡教，鼓动百姓说，张翼的长相像只葫芦，外表光亮，但里面粗糙，因此不值得杀他，而是将他捉拿后送给了东吴。孙权非常高兴，立即任命雍凯为永昌太守，并任命刘璋的次子刘禅为益州刺史。永昌郡位于益州的西部，由于道路阻塞，向来与蜀郡隔绝，因此永昌太守吕凯与辅城王亢等人不等蜀汉朝廷的诏令，便自发组织和激励官民关闭边境，抵御雍凯。雍凯数次发布檄文诱劝吕凯，但均被吕凯拒绝。雍凯无奈，只能派人煽动各地的彝族反叛，可彝人并不想叛乱。雍凯便找来在彝人中颇有影响力的孟获，让他对彝人说，朝廷准备向彝人征收300头胸前都是黑毛的乌狗，以及3斗满脑和3000根3丈长的斫木。由于斫木最长不过2丈，彝人觉得无法完成，便听信孟获之言，决定跟随雍凯一起作乱。随后高定杀死越西太守焦黄，称王作乱；朱褒则杀死了益州从事，自任臧科太守。蜀汉南部彻底大乱。消息传回成都，诸葛亮非常惶恐。此时刘备刚刚病逝，而且还打光了蜀汉的家底，曹魏和东吴都虎视眈眈盯着蜀汉，因此在平定南方的叛乱之前，他需要先稳住东吴，于是便派邓芝前往东吴谈判。邓芝到达后，孙权躲避不见，邓芝便给孙权上表说，我此次前来不只是为了蜀汉，更是为了东吴。孙权这才同意见他，并对他说，我倒是想和蜀汉结盟，可是蜀主年幼，国小而势困，如果曹魏趁虚进攻，你们都无法保全自己，所以我很犹豫。邓芝回答说，吴蜀两国有4州之地，大王你是当世英杰，诸葛亮也是杰出的人才，蜀汉有众贤可固守，东吴有3江可阻隔，只要我们结成唇齿之邦，进可夺取天下，退可鼎足而立。何况如果你想委身于曹魏，就得将太子送为人质，如果不从，曹魏必将再次发兵攻打，到时候蜀汉顺流而下夹击，江南之地恐怕就不是大王你的了。孙权听后沉思良久，同意与蜀汉结盟，并且与曹魏断绝往来。搞定了东吴，诸葛亮便准备率军前去平叛了。225年3月，诸葛亮召集3路大军同时出发，其中李辉率领中路军前去攻打益州郡，马忠率领右路军，目标是臧科郡，诸葛亮则亲自率领左路军，通过水路前往越西郡。临行前，马谡对他说，南方各郡仰仗着道路险远，不肯服从已经很久了，即使今天打败他，明天又会反叛，而且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倾国北伐，到时候他们肯定会趁机作乱。如果把他们全部屠杀，既不是仁者所为，也不是仓促之间可以完成的，因此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，希望你能让他们心服口服，以绝后患。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建议，率军深入不毛之地。此时越西夷王高定得知诸葛亮已经出兵后，连忙在牦牛、定泽、杯水等地设营防守。诸葛亮率军到达杯水后，准备等高定的军队集合后，再将他们一网打尽。然而就在此时，汉军的内部却发生了冲突，雍凯被高定的手下给杀害了，随后高定也被蜀军斩杀。雍凯死后，孟获接替他，成为了叛军新的首领。此时马忠已经降服了臧科郡，前来与诸葛亮会师，准备一举击败孟获。据《三国志》记载，孟获被诸葛亮活捉，南方4郡的叛乱至此平定。但《资治通鉴》则记载，孟获被蜀军活捉后，诸葛亮带他参观了蜀军的军营，并问他说：“此军如何？”孟获回答说：“之前我不知道你们的虚实，所以才被打败。现在我看过之后，觉得不过如此。如果再战，我一定能够取胜。”于是诸葛亮便放了孟获，让他整兵再战。之后又战了6次，活捉了6次，孟获才心服口服地对诸葛亮说：“你是天威。”男人从此再也不敢造反了。但是此记载不太符合实际，如此重要的事件，
三国志》不可能不记载，何况打仗不是儿戏，诸葛亮何苦在一个小人物的身上花费如此大的功夫？你觉得呢？如果有不同见解，可在评论区留言。总之，益州郡、永昌郡、臧科郡、岳西郡皆被平定，诸葛亮任命当地的首领为官员，进行管理。有人劝谏阻止，诸葛亮说，如果不用本地人，就需要留下军队保护，粮草就需要朝廷来供应，而且刚刚打完仗，夷人多有父兄战死者，必定再生祸患。如果让他们自己管理，则不用留下军队，夷人也能安心。于是诸葛亮便任用孟获等人管理4郡，只让他们缴纳金、银、丹砂、漆、耕牛、战马等军需之物。此战过后，直到诸葛亮去世，夷人再也没有发生过叛乱。而且此次南征，诸葛亮还利用当地蛮夷的兵员，组建了无党飞军，由王平负责统领。他们善于使用弓弩和毒箭，并且擅长野战，在之后的北伐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12月，诸葛亮班师回朝，积蓄力量，准备北伐。